以为是动作游戏，结果其实是类 JRPG。官方加码送6星角，你决定入坑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伊莎的游戏乐园。明日方舟周末地国际服上线大概2-3周了，你们开完了吗？目前评价好像有点两极，感觉是一款比较吃个人电波的游戏。今天这集想和乐园伙伴们分享这个游戏的特色，还有我跟家人目前游玩感受到的优缺点。如果你还在评估到底要不要玩，或者才刚开始接触周末地，非常适合收看这集。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加订阅，感谢你的支持。周末地是一款结合角色培养、基地建设跟 3D 即时动作的游戏。游戏角色是2次元设计，游戏画面我个人觉得不管从头发跟衣服的材质，还有飘动的感觉，整体来说都蛮精美的。游戏的氪金是抽角色的设计，所以氪金是会影响到队伍强度的。不过因为游戏才刚开服没多久，目前无氪的经验是还没有遇到完全打不过的情形。并且近日官方宣布，通过主线任务第1章基地解围，会追加送1张自选调用凭证。使用后呢，可以自选1位常驻6星干员。建议先在开局取得40抽必得常驻6星干员后，再来兑换自选干员，方便进行队伍搭配。周末地主要有2个核心玩法，能不能对到你的电波就看这边。核心玩法1是着重角色培养跟队伍配置的战斗系统。明日方舟不是一个新 IP， 它的1代是一款 2.5D 的角色放置塔防游戏，所以这个 IP 的核心协议其实是角色培养和队伍配置。白话文就是谁跟谁凑在一起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然后把资源投入在这些团队角色上。本作周末地呢，也沿袭了这个角色培养和队伍配置的2大核心，只是把战斗系统改成了 3D 即时动作。周末地没有在游戏开始时提供给你简单、中等、困难等难度选择，而是根据你的游玩进度提升可选的世界等级。如果你觉得在高等世界等级游玩打起来变得非常辛苦，那就表示你可能需要加强角色培养咯。透过提升角色、武器、技能等级以及穿戴更高阶防具等，可以有效帮助你提升角色强度。这款的即时战斗，以我自己不算擅长动作游戏的玩家来说，我觉得要完美回避的触发难度并不高，也不太需要太高超的走位技巧。整体来说是比较面向大众的即时战斗，所以如果你是只喜欢玩硬核动作游戏的玩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太简单。每个角色除了基本的轻重攻击、回避跟角色战绩外，还有特色是队伍联系技能。只要触发特定的前置条件，就可以不耗费技力这个资源发动联系技能。所以战斗系统的乐趣主要是在于事前进行策略思考，配置可以相互搭配技能的团队，然后在打斗的过程中尽量让条件触发形成技能 combo。比如主角的联系技能是任意队友发动联系技造成伤害后就可以触发，游戏初始会拿到的角色佩利卡的联系技能是主角打出重击就可以触发，所以预设就有的这2位角色就可以打出一套伤害组合。操作主角连续普攻到最后一下打出重击，重击触发佩利卡的联系技，佩利卡的联系技造成伤害后，又能再触发主角自己的联系技，持续打出高伤害。当你规划出完美配合的4人队伍后，战技加上联系技，可以打出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伤害组合，是战斗系统的一大爽度来源。核心玩法2是需要考虑供应链的基地建设系统。1代的基地建设系统在本作中沿袭为母舰经营，还新增了自动化工厂的玩法。玩家要探索地图各个矿点，并且拉电通线建设矿机，挖掘资源。而为了在这个设计精良的巨大箱庭地图里方便移动，玩家还可以建造滑索，穿梭各种高低悬崖，也可以在各个仓库间运送物资。而辛苦采到的矿源、植物等素材，也可以透过基地的各种机具，如粉碎机、塑形机，来加工成防具及物资2大产物。防具可以装备在角色上，提升角色能力，而物资主要拿来出售给当地居民，换取游戏的第2货币调度券。
利用调度券可以升级基地，换取角色培养道具，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换取武器配件、强化用的相关道具，来最大幅度提升自己角色的强度。所以基础建设是本作中一个不能跳过的核心玩法。游戏中有内建的建造蓝图，如果你想要生产一个东西但不想费脑筋，那内建蓝图可以帮助你盖出最基本可以生产出这个产品的建造组合。但需要注意，系统内建的蓝图不会给你最有效率的组合。比如，如果你想要制造中容量的谷地电池，它的配置是10个零件和15个粉末。如果想要快速生产，最有效率的组合应该是盖2个零件生产机加3个粉末粉碎机。但是内建蓝图的话，它只会给你1:1，还是可以生产出中容量的谷地电池，但是生产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游戏里也随时可以进入工业简报来确认各项产品的生产速率，以此来找出哪边的产线可以调整跟改善。所以这个玩法的乐趣就会在于花心思研究怎么样能用最少的空间盖出最有效率、最高产量的工厂，把自己当惯老板就对啦。这个玩法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游戏最看电波的地方。不过除了系统内建蓝图外，游戏其实也支援使用其他玩家分享的建造蓝图。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太想花时间在基建系统，也可以慢慢玩，等别人出蓝图，抄作业一键毕业。那最后分享一些可能会影响到游玩体验的点，来自于我自己、家人跟一些其他玩家的心得，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在意，不过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点呢，是第一章的整体节奏感偏慢。第一章大部分的剧情跟游玩内容其实都比较偏新手教学，手抽大概要超过半小时以上才有办法抽，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长了。不过剧情的话，其实按跳过会提供文字版的剧情总结，所以真的不想慢慢看动画的话，也是有替代方式。基础建设在教学过程中让玩家盖的东西，教学结束后不会延袭到玩家的基地，要再重盖，这也是蛮多人觉得困扰的点。不过目前已更新，可略过教学，直接领奖励，不强迫全部练习。第二点呢，是有些女角设计偏性感，有些女角有特别凸显性征或是偏铺路的穿着或动作设计，所以游戏目前的分级为12岁以上。如果不太喜欢这样的角色设计，建议可以跳过周末地。第三点呢，是不能攀爬。有些人觉得游戏不能攀爬影响到跑图的体验，不过因为游戏的地图设计其实不是开放世界，需要探索的范围较小，加上需要拿取的宝箱周边其实都可以找到跳跃上去的平台或者是箱子，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能攀爬的影响不会到太大。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希望这些资讯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判断这个游戏适不适合自己。如果你也游玩了一阵子，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心得，给其他的玩家决定要不要入坑。那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